古代普通人读书真的很难吗？古代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读书真的很难吗？这个问题其实要分开来回答，因为在不同时期古人读书的难度是不一样的。首先我们来说说最早的夏商时期。这个时期的文字还处于初期阶段，文字刚刚被发明规范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甲骨文。这当然也是最难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根本没有成熟的文字体系，更别谈读书了。这个时期能够接触到文字的只有贵族，只有那些能够接触到祭祀的人。而到了西周，文字体系逐渐成熟，竹简也被发明了出来，文字的流通更加的高效和快捷，读书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。但是能真正读书的也是贵族。在周朝，统治者发现读书接受教育的地方普遍来说相对比较好管理，而那些接受教育的地方被叫做开化之地，没有接受教育的地方被称为蛮夷之地。到了春秋时期，读书较之前变得容易了，孔子更是有高达3000个学生，而这3000个学生只需要给孔子交10条腊肉就可以当做学费了，所以这个费用普通人家努力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一时期各种思想百花齐放，可谓是影响中国最深远的时期。这个时候读书写字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了。在一个战国的古墓当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普通士兵给家人写的长达500字的家书，这足以证明在这个时期读书已经普及到了很多的普通人家。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是人人都有书读的，因为局势动荡，天下不太平。到了秦汉时期，普通人家开始将读书作为跨越阶层的途径，比如汉朝的察举制，如果有贤德是可以被举荐为官的，可想而知这读书对于普通人家的诱惑力。因为一旦为官，哪怕是小官，改变的就是整个家族的命运。再加上汉朝的强盛稳定，读书成了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的东西。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读书难度再一次发生了变化。因为在这段时间，中国处于极度的混乱期，各国的资源都用在了战争上。别说读书了，能吃饱肚子好好活下去，就是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了。这个时期读书的成本高，回报率低，普通人没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脱产去读书，这很不现实。到了隋唐时期呢，读书的难度再一次降低了。隋唐时期，战乱了数百年的中华大地得到了久违的和平，人们进入到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。再加上造纸术的普及，文字的传播成本进一步降低。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隋朝科举制度的推行。科举制度让普通人也看到了做官的机会，只要好好读书，不管出身都是可以入仕的。这对于老百姓的诱惑实在太大了，出现了很多普通人家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的情况。唐朝对教育更加重视，甚至一些有钱人为了拉拢关系，会给有些名气的神童进行投资。宋朝也基本如此。但是到了元朝，因为统治阶级好战，甚至停办了科举考试，可见这个时候读书成本自然就变高了。而明朝时期呢，政府甚至会给学生发放教育补贴。明朝的识字率巅峰时期能够达到30%到40%。有一个现象可以很好的证明明朝的识字率之高，那就是4大名著有3本出自明朝。因为在封建社会，这种通俗小说并不被上层人士认可，那些名著的受众也主要都是平民百姓，所以足以见得明朝时期读书已不是什么难事儿了。纵观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一个国家的读书识字率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和谐有着莫大的关系。